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今天咱们呢接着来哈，这个非常值得讨论的神秘的话题哈，这个关于因缘呐、巧合呀，这个真是有千丝万缕的讯息需要我们学习了解。比如说人在出事之前，其实很多的预兆，有时候，比如说有神佛护佑的人哈。他会接到一些讯息，比如说某个眼皮跳了，出门踢到石头了，刷牙捅破嘴了，关门夹到手指了，是吧？找车钥匙找不到了，或者到了车上之后呢，发动不了，或者一出门就有障碍挡路，或者轮胎泄气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讯息，都是预兆。但是收到讯息的人，就算没有直白的供奉神佛的话，可能你的前世和你的家人都有做这份功德，有这份修行，才得到这个神佛神明的这个启发提示。我们所以在经常的时候要把这个心情放松，所以你在出门之前你的心情是平静的。你不要说一早晨起来让心里不舒服吵架什么之类的当这个激烈的情绪一起来之后咱们就把这个佛神菩萨给的这个讯息给遮掩了，你感受不到，光顾的是发火了，所以清静平静的状态才容易得出这些信息，才能慢慢去有感应和解读到这一点是特别重要所以保持一个清静的好心情，才能收到这些启示启发。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经常我们会处理各种事情，遇到各种好的和不好的事儿所以呢，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际遇收到这些讯息。世界的奇迹非常多，说都说不完。就观世音菩萨保佑这件事情来说，在华人世界里头哪一家哪个人没得到过保佑呢？那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吉祥的现象。这和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这个闻声救苦这一个伟大的慈悲的愿望有关系。所以你只要是供养他、供奉他，甚至是偶尔会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或者六字大明咒等等的，像古代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就唐朝之后念这个陀罗尼经陀罗尼咒也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咒对，这样就会获得沟通和保佑。那这个太多这种神奇震撼的事情了你们两个也说说吧。好的，师父。就是说到这个在大灾难之中总是有一些人还是很幸运的避免于难或者是大难化小。但是呢，也有不幸的人。我们前2天也分析了，看了很多这些案例跟故事。那今天呢，也带给师父、带给网友另外一个真实的案例真实的事件，也在这个媒体、报纸上YouTube 上都是有报道的。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案件那么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加州南加州这边它叫橙县。Orange County 里边呢有一个地方呢叫 Laguna Beach 拉古纳海滩，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那个大火这个加州这个地方很容易地震大火那像今年2025年1月份也是这个大火大风造成了更巨大的灾难93年这一场大火呢也是非常的巨大有700多座房屋被烧毁。然后呢，这个大灾难呢是呈现当时1938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这个火星一起之后呢，然后因为这个大风又有了，所以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就那个蔓延的非常非常的快速。它到那个大火烧起来的时候，平均15秒就吞噬一座房屋。
就这么的严重啊。那当地人员救助的时候呢，消防队员倾巢出动啊，哈，与大火拼力的搏斗，6000多人一起去奋战啊。但是呢，还是在2-3天的时间内，整个这个社区几乎化为灰烬啊。但是在这样的一场大火灾之下呢，哈，当地就这么大概有700多户房子受损的情况下呢，只有那么几户哈4-5户的房子能够幸免于难。那么其中有一个房子，我们现在图片中看到了这个白房子红屋顶的哈，就特别的显眼。你看他的邻居，还有他后面的几条街道上的那个房屋全都烧毁了，只有他哈屹立在那边，而且连熏黑的那个痕迹都没有。正要说这个好像对，熏的没熏过。对啊，那个这么大的火哈，那个温度多高啊？对，怎么连颜色都没变呢？连颜色都没有变啊。然后你看，但是你看它隔壁两边全都是废墟而已，啊，是这样哈。所以呢，就这个房子呢，就特别的引人注目啊，那后来也被《洛杉矶时报》哈就称之为 Miracle House， 就叫奇迹之屋啊，是这样子的啊，对，你看，就是说我们就看到那个当时的报道哈，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惊讶啊。他不但说他这个房子白白的都没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而且他家的那个草坪还保持绿色。哎呀，这个太神奇了！对啊，人家都是房倒屋塌，一片废墟，一片残疾一样的哈。他这个房子也不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吧，就是说有2扇窗户啊，然后它的外层玻璃爆掉了，那已经很轻了呢。对呀，但是它还有内层玻璃，所以基本上就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它里面的那个家具啊什么有被烧吗？好问题哈，就是消防员也想不懂为什么，因为消防员都非常有经验哈。对，当时那个大火的温度达到了摄氏1000度以上啊，对。可能都能炼钢了吧，师傅，这个温度对不对哈？至少烧陶瓷都没有问题了哈，就这样的一种温度，就是说，即使说你这个是水泥呀，是什么的烧不了，不能着火，但是你房屋里边的家具呀、沙发呀、地板呐、窗帘啊、床单啊这些东西哈，地毯呐，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那种高温之下，它就烘烤，它就自然它就着火了。对啊。也就是说，这么高温周围哈，那这个房子哪怕外墙是水泥的话，对，是钢铁的话，但是里面的这些被烤的那个温度，对呀，这些布类的东西，对，应该自然就起火了。对，但是这一家哈，毫发无损，连窗帘都是完好的。哎呀，那真是有点奇迹哦。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点点来分析嘛，哈，对。然后当然也有人说了，也有邻居啊，或者是就是看这个新闻报道的人就猜测说，是不是这个火烧到他们家那一块儿，然后它不在那个主火道上，是不是风向就它不在那块儿，就给它绕过去了？但是后来又分析不可能啊，因为它的左邻右舍，而且它左邻右舍不光是2个房子，一排房子全都被烧呀，怎么能跳过它呢？对吧？解释不了。如果是跳的话，就是神圣的一跳了。对，解释不了，对吧？解释不了。对。那么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你看现在燃烧的哈，刚才那个视频上，就是正在着火的，就是这个白房子旁边的房子在着火。对，你看，对，白房子没事儿，他左边邻居着啊。对。但是你说，如果说是风向是往左边飘的，但是它右边那个房子也烧没了呀，是的，对不对？是不是建得特别结实啊？还是？哎，你猜对了哈。所以后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大火之后啊，就有很多人来分析，包括当地的市政府，因为他们也要从大火中吸取经验教训嘛哈。对。就是以后房屋怎么建呐？社区的这个设施要怎么去改进呐？等等哈，也都来学习这个房子。还有当地的这个就是防火安全委员会呀，还有这些建筑师的协会哈，都来分析这个房子。那他们从这种科学的角度上呢，是提供了一些素材供我们来参考的。他就说呢，就说
房子能够要是为了防火的话哈，就是最好的建筑材料还是一定要用不可燃的建筑材料，那就是水泥啊，对，而不是木材。那当然了。那我们在北美就知道了，绝大多数的这种single house 就家里就住房哈，不是那种高层的大楼，而是这种1、2层、3、4层的住房都是木结构的。在北美哈，我记得政府有规定哈，通常这6层以内的楼房，都是木头搭建的。6层以上才让用水泥。对，盖10几层啊或更高的才用水泥。对，因为它的承重啊等等。对，这个木头呢，它有它的好处，比较轻哈，然后也就地取材，而且呢，它是比较抗地震。就是有弹性呗。有弹性，对，但是它实在是不抗火呀，对，所以在美国那边哈，包括加拿大这边，这个大火一烧哈，就是整片的，连森林带城市哈，这个屋子一间连一间的烧。对，前2年我们这个加拿大所在的这个宾夕省也是，夏天发生森林大火，因为干旱啊，哎呀，也是一烧。很快一个城镇全都烧没了。对，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烽火交加哈，这个火呢加上这个风的推动这个速度哈，对，你刚才说10几秒烧掉一所房子，对，15秒一个房子就拜拜，你都想不到哈，想不到，这比机关枪都厉害。哎呦，我们看的那个视频，就当年那个视频，包括今年2025年1月份那个视频，大家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那个大火起来，风速又那么快。消防员的那个水柱根本就是叫杯水车薪，那根本不起作用，根本不起作用。还有直升机从天上降水，根本不起作用，那才多一包水啊！对，哎呦，实在是无能为力，没用的，对。所以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为了这个防火的话，这个建筑的这个材料哈，一定要防火，水泥包括那个房顶也要用防火的。而我们这边都是木房顶啊，然后都是这样子哈。是。好，反正总之呢，就是说这一家呢，就人家分析了，说这一家呢它的这个建筑材料是很好的，对。那继续再往下再看，我们再认识这一家人啊。好，这一家人呢，他是男主人呢叫贝图啊，他是一个工程师。照片中的这一位男主人当时40多岁啊，他是越南裔的啊，但是从小在德国长大受教育哈。那么他呢就是一个盖房子的，所以他自己的就是成立的公司啊，就是专门盖房子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个奇迹房子，就是他1990年盖的，也就是大火前的3年他自己盖的啊。那么他就很懂嘛哈。因为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呢，他们是从夫妇俩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那么他选择居住的这个地点呢，他也做了一个调查啊，他知道这个地方容易有火，容易有地震，而且还容易有滑坡啊。我们看刚才那个图片就看到，整个的社区都是建筑在山坡上这样子啊。所以他呢，在建筑的时候，就是他的房子选择的材料、打的地基都是非常的牢固，就是为了防火、防震、防滑坡的。但是他就是没被火烧的，就是这个原因吗？我们先认识他们一家人啊，他是越南裔的嘛哈，然后呢，他到德国长大，他在那边结识了他的妻子 Doris Bender。这个德国妻子呢哈，她本身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啊，她是一个 energy healer， 她就是这个帮人家去治病这个加持调理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用灵修的，对，用能量去帮人的一个人，他自己也比较通灵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那他们这个夫妇俩呢，养育了4个孩子，所以一家6口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啊。那男主人的爸爸呢，他们是越南裔嘛哈，男主人的爸爸呢，是一个在越南出家的一个和尚。有意思。对，有意思了吧？对，他是一个佛教徒对，所以他佛教的这种系统的训练，跟他的这种懂得的这些道理哈，就跟我们常人又不一样了。
所以呢，在1990年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哈，他爸爸男主人的爸爸就来到了这个施工现场哈，在还没有盖的时候，爸爸就来给这个房子呀就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加持。怎么加持这个房子呀？对呢，他呢首先就是，其实我们的师傅也是懂这一些哈。我们在一个不管是建房子还是什么重要的一些大事件之前呢，我们都要去安土地。意思就是说，让这一块的这些神灵啊护佑我们，让这一块不好的那些鬼啊或者是邪气的邪灵啊远离一下对，我来安抚你，你来远离，给你一个出路把土地给安好他们也是用洒净的这种方式洒净就是说念咒语那个水，然后用这个水呢就给这个土地四周这样子都给洒到。去安慰那些不好的邪灵，但是也去供奉这个好的这些神灵来护佑这个是就是在地基整个的院子这个周围，还有那个房子盖到最重要的时候，在中国来讲就是上大梁最主梁去上的时候，就上屋顶的时候，上屋顶是最关键的。它这个也是，它叫上瓦，就最后那个屋顶上瓦的那个之前这个爸爸呢。等于爷爷了就又来做加持他要去供佛呀、念咒有他的一套仪轨而且还在那个房顶上屋瓦上还要放了2本佛经你看等于镇宅呀。对，反正是做过法对，但具体的那些就因为我们只能是从一些采访的这些只言片语中去了解可能只有这一位老和尚才能说得最清楚了。对，说不清楚的。对，我觉得不光是念经那么简单也不是放2本经书那么简单。对。那么他做的那个加持不是洒净吗？不是说这个水一般都是念过咒语的吗？对。但是这个我们知道他念的是什么呢？当时他念的是大悲咒。大悲咒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咒语。应该类似于陀罗尼心咒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做的这个法让整个房子被观世音菩萨保佑。对，他当时做法其实还有一些照片，还有一些记录的然后邻居还有讲都有看到，因为很多人来参加这个仪式，还是一个很隆重、很严肃的一个仪式。对，对。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呢，最后就是有这个房子能够得以幸存的，第一呢是人为的原因，确实建筑材料非常的好。对，当时他多花了很多钱。他用了双层玻璃，然后他那个墙1层楼的那个墙是1尺厚的水泥墙用了那么厚的水泥，1尺厚。对光这个墙体当时很多人都笑话他，说你给自己盖个房子怎么盖花这么多钱干嘛呀？他说我就是要建一个很坚固的房子。他很有先见之明可能那个地区也经常因为他知道嘛，这个地方就是容易有火灾，容易有地震，容易有滑坡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从人为角度他是这样的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那个整个社区那个消防员说的对，你就算是很厚的水泥墙你里面的木头柜子床家具对，还有这个衣服被之类的是被旁边的高温超过1000度的高温都烤着了呀。对，烤都烤着了。它里面连窗帘都没有事，是就坏了外层的2片玻璃而已。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奇迹对，然后接着说就是这个后来是采访他这个太太，这个通灵的太太，她讲的因为他通灵嘛，所以他很多这种通灵的朋友然后有一次呢，他跟一个越南裔的一个通灵朋友聊天然后那个人呢就跟他讲说，哎呀，我看到你们家房子近期可能会起火说但是呢你别担心不要紧，你们家没有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损失然后这个朋友还跟他讲说，因为我看到你们家房子的上方有大量的白色光芒，把整个房子像一个球一样包起来
保护着你们家的房子。他都看到了。就他们通灵的人经常会看到什么会宫中的金钟罩。对。然后这个太太，这个德国太太女主人呢，听了以后呢，她也没当回事儿。他没当回事。就那时候没起火嘛，就是所以对你很难想象后来起大火的样子。对，他以为这个通灵朋友给他一个预测，以为是可能做饭不小心厨房着个火什么之类的。对，他说反正没事嘛，就没事，我小心点就算了哈，就这样就过去了。结果2周以后，大火爆发。然后他们不都逃离了嘛，就都要疏散嘛。当时疏散是非常紧急的，那消防员上门的时候，90秒钟之内赶紧要离开，因为你想15秒一个房子，15秒一个房子呀，对只有90秒时间疏散，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拿，人能撤走就很好了。那门口停的车都烧成壳了，就是这样哈。对，这个也提醒大家呢，就是说万一哈。你不管是处在什么状态的房子起火哈，什么都别拿，赶快跑。对，人命最重要。对，就是救命要紧哈。对，生命。你是说你赶快找存折吧，找密码吧，你可能耽误了跑出来的这个机会哈。对，结果呢，他们逃离之后，然后后来就是听说看到报纸上。完事一看，哎，这不是咱家房子吗？说怎么没烧掉呀？对，然后又回那个大火停了之后，回到现场来看，哎呦，真的是孤零零的，邻居家的都烧毁了，就剩他们家的白房子在这屹立不倒。他们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又高兴，一方面又很难过，因为就不忍了，别人都烧了，咱家没烧，对，这个有点也心里很怪异的一种感觉。对，所以当时女主人接受那个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对，她首先就觉得对不起乡亲们，你看我们家没着。是，对，就是这样，这是当时采访的。那个的视频片段。对。到第2年，然后呢，报纸上又采访他们家，不是他俩站在阳台上，非常的寂寞，没有邻居啊。对呀，都烧掉了。还没重建嘛，对。对。哎呀，真是。对，经历了这么一个大难。真的就像神佛护佑了这个家一样。就是这个，我们讲到这儿就揭谜了嘛哈，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护佑。保全了这个房子。那现在已经30年出头过来了哈，我们再看看这个房子的现在啊，仍然在那边。那整个社区已经都重建了啊，新房子都起来了。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前门，这是屋子里面哈，是非常美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大房子。它是在高处嘛，往外看也有风景，有海景，哎，对，这边是你看3层楼，这成了知名的房子了。对，就成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成了打卡点了。这太好了哈。对，所以你看这个房子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护佑。所以在看这个中国这个古代那部书《西游记》哈。对。《西游记》孙悟空因为妖怪就在附近溜达哈，怕来骚扰师傅嘛。所以拿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个圈儿，说你们呢别出去，是吧？只要不出去，就能得到保佑。完了，这个妖怪就进不来。对，他就画一个圈，妖怪就进不来。对，师傅，他这个圈他只是在地上画，他又没有筑一个城墙什么的，为什么妖精进不来呢？他画这个圈我觉得就是一个超级能量的大气泡对，就是有点像种菜的那个大棚一样。说我画的这个圈整个时间空间都属于我这个能量护持的。这个妖怪一碰就会被电到，这种感觉。但是他们人呢就不能出去，一出去就得不到这个保护。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读这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反正这个作者就瞎编，是吧？对。那尽量将这个佛法修行者这个本事给夸大一些，就变得故事有意思。其实你看真的会发生的。对。所以那个通灵的朋友都看到嘛，大火的时候，他们家整个一个白色的光芒笼罩了。是。这个在就是因为有开天眼的人来说，就在关键的时候能看到。第一个给房子开光的时候来做这种加持的时候，或者是提前说将有灾难要来临的时候，在某一种晚上的时候开天眼去看这个房子就可能看到那层保护的光。
哦，在正常日光下看不到，看不到，这是肯定的。所以它神奇就神奇在他家草坪上那个草啊，对，之后还是绿绿的。是的，是的。所以因为你家里没着过火，没经历过这个东西，就不知道。所以那个着火的这个附近温度超过1000度，那里草凭什么绿呀？对，就是早都烧成一片焦土了。你前后左右邻居都烧焦了。对对对。就你家啥事儿没有啊？草又没有防火材料，也就是连那个热能都没有传过去。没错。对。隔壁邻居冒的那个烟都没有给污染了他家那个墙。对。你想这个保护能量多强呢？所以我们看回到刚才有一张图片，就是他左边那个邻居家那个火在烧的他们家安然无恙现在再想想，他有一个大白色的光球护佑着他，所以他的火就过不去，是不是一个防火罩一样的哎呦，真是师父，那这样的话，那咱们盖房子也都得要祈求这个神佛菩萨护佑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像比如说中国农业社会，包括欧洲的各种的生活场景，就是人们盖一个房子实际上是一生之中超大的事儿，超大的事儿在中国在古代盖房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要安土地，敬鬼神，敬天地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连这个邪灵邪神都要去进行安抚，找各类的法师来就帮着来做这些法事。还有呢，在盖房的时候还预防着有坏人，或者比如说你和邻居家结恶结仇了，坏人呢请一些有本事的法师巫师，对，往里放东西，知道吗？是有。你听说过的吧？我听说过。对，我听说就是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是一个同修跟我讲的，就是他这个同修呢，他就是常年头痛。对。常年头痛。然后呢，他后来其实是修了菩提禅修之后呢，他有一天做一个梦，梦见师傅在梦中师傅来到他身边，从他的头里往外拔了几颗大钉子出来。从此以后，这是纽约禅堂的故事从此他的这个头痛就好了。然后呢，他就是还是有谁，反正也是可能另外一个通灵的人跟他讲说，你回老家那个房子看看，可能你们家被别人下了降头。这个在东南亚很多这种情况，他就回马来西亚那个老屋然后正好也赶到那个老屋翻新翻修，还真是就在他们家那个前头那个大门的门槛的下头那个地里头埋了一排钉子，每个钉子上还系着红绳。哎呀，这就给起出来了，太坏了是吧？你看，在我所知道的在中国，像尤其是在乡下盖房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庄严肃穆甚至于带着恐怖讯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就是咱自家盖房吧，你肯定工人不是自家的，请来的那些师傅或者施工公司、施工队嘛。对呀。但是人家只管建，对不对？你要做法事，他还给你腾时间。人家承包盖这个房就是赚多少钱嘛。就是为了赚钱而给你盖。是。但是晚上别人给你搞什么东西，建筑工人不管的呀。所以你自家人得看护好。通常找几个小伙子每天晚上来值班，还要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重要的，比如说木头、大梁、柱子这些材料都要把它旁边都要照明，都要找这个青年男士给拿着棍子看着，别叫人给做了手脚，尤其是在地基上，还有房梁上，对，有些比如说，让你这个晚上这个房子总会发生有一些声音动静的讯息，有些是捡个什么用小木头，或者是这个植物的某些杆。做成小驴，做成蛇，做成鬼的样子再撒上点什么血，就做过法之后，可以弄好了之后放到你这个盖房的某一个位置，把外面把泥巴一抹之后，什么也看不见嘛，那你住进去之后就可能有鬼出现或者是一直有这个驴马一直在里头又喊又叫又奔跑。
对，你家稍稍敏感一点的人就没法睡觉，那就精神错乱了。对，对，而且常年的这样子。一般法师看不到墙里头有什么巫术嘛，所以就是想方设法，只是治病人。对呀，说你有病，其实房子有病，你看就动了手脚。是，对，所以这个挺严重的呢。挺严重的。对，所以你盖这个房之中，不要被人做了手脚。还有呢，往里做了正面的手脚，比如那做法，就是加持护佑喽。加持护佑。所以我给你放一个聚宝罐。除了能镇住这方土地的这种宝物之外，还放聚宝罐，能吸财来，发财，对，富贵，对。还有呢，说这个房地基这个地下它有的是叫暗流河，对，暗流通道，对。我说的还不是城市啊，就是地下，比如说你在农业社会，你今天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去，像我们小时候做过这个游戏师傅教我们就是拿着一个树杈去找，因为我们身体比较敏感拿着他就比如说一会儿他带你往右拐，不是自己拐的那个树杈就往右撇，是你就跟着往右走，左拐2拐右之后呢就停下来，树杈直接往下，我们把它放下去，树杈落到的第一个那个土地那个点，就往下挖，就能挖出泉水来。就是师傅在找水源。对，那个泉水呢，就像一条血管一样。我们把它挖下去之后，就看在流水。你再倒点水呢，它还能渗走。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自然形成地下的水管。但是如果你的地下水管如果大了之后呢，就破财了。对，风水呢既要能够把握说地表的风势，那么还有地下的水动流势，还有外在的水的方向和你房屋之间的方向。咱比如说在战争之中，就怕什么叫背水一战。对，我们和敌人打仗，我们的前方有敌人，我们后头有一条大河流，没有退路啊。你说这是好事吗？不好，非常不吉祥。绝境叫。说咱们这个，所以咱的房子后头有一条河，好不好啊？不好。河后头有一条臭水沟，好不好啊？那更不好了。对，所以这个懂得了所以风水这个概念呢你在经过仔细这样学习一下之后，觉得挺有道理的。是的，所以就要找懂眼的这个法师，不光是将土地呀、神灵啊、邪气呀、鬼怪啊这个安抚住，完了之后呢，还要保平安，聚什么人气，聚财气，聚福气，聚功德。做的这几项完美多难啊！真的，是不是为什么有些夫妻在那住那个房子就不生孩子呢？地下流水能量太强，外在的风向吹得太强，留不住。或者是你们家房后头就有一个臭水沟，这都不吉祥。他就把你这个能量给你流走了。对，对吧？这听懂了听懂了所以呢，在古代就是有不同门派的这个法术巫术，但是像洛杉矶这个呢，这个房子的这个老爷爷是一个越南的和尚，对，一位大法师，是的，他精通各种各样的法术，尤其是请观世音菩萨这种大神级的这个超级的神灵来护佑这个房子，相对就是更简单了。对，所以就得到了保护。所以光盖一个房子，我刚才提到那几个点6、7个点呢，真是方方面面都要注意到，多难啊！对，更何况说我们这个房子本来我的地形就不对，我好不容易买到这个房子，如果外在风水太好，看得懂的人，房子就贵了1倍。是这个，因为风水不好，别人家100万，我才50万买到呀。50万买到之后，那你想倒霉吗？也不想，对不对？对。所以那你在治理这个风水的时候多难呢？比如你背后就有一条臭水沟，前面对着大烟囱，这个很难处理啊。对呀。所以急死法师们。对。所以你再花了点小钱把这个房子风水弄好，多难。对。还有些呢，你这个命，住房的这个主人这个命相，如果你本身就是火命，你再住这个房子，再没有一种大能量护佑着，
容易起火。你们家自己房子就容易起火，邻居家起了火，你肯定给烧了，对不对？用什么样的法律，不管什么命，住进去一定是安全的。这是多高的法律来护着他呀？真是很难了。对，对，因为我父亲就是建筑工人嘛。是师傅对建筑很懂的。我还有点懂。所以我对建筑也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哈。最后对于修佛法呀，顺便命相啊、风水也会涉及到一点哈。是的。因为我父亲常跟我讲，说盖房子可得看好了。他给你放了个什么东西，我那时候小时候听他讲的，或是我父亲也挺爱编故事哈。就拿几个麦秸秆儿、高粱的秸的秆儿绑一绑之后就能出事儿。我那时候就怀疑这件事情。后来越长大越害怕这件事。是非常的恐怖。所以在中国的民间有很多民间的这种巫术哈，也是非常的凶残。对。就算你这块风水好，他放一些东西进去，也会变成坏问题发生。说导致家人这个精神错乱。对。不生孩子。经常生病。还有呢，超级破财。对。所以这些都麻烦。是。不容易。师傅那师傅啊，如果说我们怀疑，比方说我们家里就是不太平，因为有人有做过手脚，那我们能怎么做呀？对呀，就是房子已经都盖完了，好了，我们要搬家吗？还是还有其他方法？有。就像你腰痛哈，给你一个超级强力止痛膏贴上去，是吧？也是会止痛的。是吧？其实昨天我们也有讲到，就是说，你看像这些佛像呀，哈，如果放在家里，它也是镇宅、消灾等等啊。我是想让大家悟的，觉真的比较实在，就直白的讲哈，确实也是这样子。你像这些高级的，这个就代表佛，因为佛呢，它是超越六道轮回的，我们普通人世间的一些妖啊、邪呀、方术啊、法术、巫术啊、巫蛊术之类的没有用的，如果遇上法力高强的法师来进行做法，祈请佛菩萨和护法神大力金刚神是不是四大天王护佑的时候，这些对付这些小的鬼神轻而易举。如果最简单来说那位法师的相片贴在那里就已经起作用了，知道吗？对，还做过法的一个信物就起作用了。你看西方人拍的鬼片，是吧？人家拿了个小十字架，那鬼就不敢靠近。对，拿圣经，是吧？如果啥都没有拿，鬼一下过来把他咬死了。说拿这个小东西，它真会起作用。是不是师傅就是这个十字架呀、圣经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佛菩萨像，对，就好像也像那个通灵人看到的，也在放着这种光芒，没错，是吧？越是邪灵越看得见。那你没有邪的话，你的也没有修到那个神通，你看不见它的这个作用。但是事情来的时候，这个你并没有看到放光的一个小信物，就把你保佑住了。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讲呢，在我们在青海西藏那个小时候，这个说你还发现了一尊小活佛小活佛转世啊，小活佛转世，尤其是说要去上座，要就接任这个被认可被寺院认可，你成为这个小活佛的这个过程之中，也可能在500公里之外，整个一路上那个藏民这一路沿路就追着不是追杀他，是恭敬的护佑着追着要什么东西呢？小活佛擦鼻涕纸因为就是一个小孩儿实在忍不住到草原上找个坑拉个屎撒个尿这还要给小费递红包，那旁边那些伺候的佣人喇嘛才给他一包，说这是小活佛有2个尿点尿在这块土上，我给你挖下来，这给你对，都是这样子的拿的，沾个佛光说你更不要说这个宝珠，这是活佛摸了一下，吹了一下，看了一眼，太厉害了，就要价值连城了因为在我们小时候那个意念之中，说他碰过的、摸过的，甚至看过的，这都具有极强的能量、极强的加持力，我们就会戴在脖子上，挂在身上所以那个藏民呢，多数人都在他这个侧面因为穿那个大皮袍嘛，冷的地方，一个银的盒子做的特别精致，里面就装的有的是佛像，
有的呢就是一些小活佛留下的一些东西。哦，哎，对，那个盒里面装那个东西呢，笼统上藏语叫叉叉啊，有的是多数是菩萨像，啊，菩萨就是来照顾利益众生的嘛，哎，那这可值钱了，可贵了，那比天珠贵多了，就是它有护佑的这个作用功能啊。所以的话，大家还是认的，用现代化的语言说，认的是这个能量啊，是这个吉祥能量。不管在什么时候，你开车呀、骑马呀、做生意呀、结婚呐、买房子啊，都是吉祥的。他要的这个笼统的一个吉祥的护佑的这个作用。是。那护佑的这个作用就来自于这个佛的综合能量呢，给他一个加持。那加持呢，可能就在比如说这个戒指吧，就加持在这个上头的。哎，那活佛说，哎，摸一下拿走。很多小活佛一般抹着鼻涕啊，啪抹一下走。哎，他你看就像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被没办法给安放在那里，他也其实挺烦的，因为他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奔跑玩，对不对？啊，也不得已叫其他的老师们给纵容着说，来摸一下就给他，摸一下就给他。看这个无意之举，他可能已经产生了能量，就是这样。其实用现代话说，是能量的一个传递。是。对，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公司也好哈，这个风水不好，甚至被人做过手脚，其实有办法对治的。太好了，感恩师父。那看似比较强烈的对治哈，你像这个咱们跟前放的这些所有的佛像、菩萨像，对，越是显这个什么像呢？就是愤怒像的，直接对邪灵邪恶。对菩萨像的哈，供菩萨像的呢，就是无论天地人神哈，他一起去吉祥护佑啊，护佑去镇煞他，征服他。而他不是杀气腾腾的，对，但是他的能量极为强大。是啊，就师父曾经跟我讲说，绿度母，手一挥的时候就能把太阳遮住。就它能量就达到这么强大，对，就是对。其实他们的真身是很大很大的，非常巨大。对，我们看到的像只是一个像而已，但仍然凝聚了那个能量的护佑加持力。你像观世音菩萨，你说他们叫法身哈，对，这个法身哈可能比银河系还大。对对对，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对对，它是这样的极强的能量。还有的就是说做法念咒所用的这些法器宝物，都是充满着能量的。是的，哎，说你家里头呢有一件或者是多件这些宝物的话，我觉得就是吉祥，以及获得了保佑。是，就像买了一个超级无灾的保险一样。对，一般的保险说等受了灾再赔偿，对不对？是，我们这叫无灾的保险。对，我们这个是避灾啊，不是为了赔钱，而是为了保命。是的，对，是这样的。对，对，所以这些包括这些玉的啊，佛牌，贵重的这个木头的这个带的佛像牌哈，你戴在身上挂到脖子上，这多好呀！对，哎，你包括做噩梦的呀，是你身上要有这些宝物，要有护佑。对对对。开车呢要有车挂，要有车里要放经书，对，都是要护佑的。对，咱菩提法门的经书哈，对，要放在车里头，可灵了，真的是得到护佑哈。是的，对，所以在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都是相信的人。因为当地藏民多嘛哈，当地的汉人也是都是非常信。要得到师父加持的一个珠子，那就贵重死了。是。你像师父给我给的那个9眼天珠，还是13眼天珠，那个时候那个天珠已经是大概500年以上的了，我也不知道多少年，很古老，但是贼亮贼亮的黑色的哈。对，说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西藏的一个很多商人就经常溜达的做交易的一个街嘛，叫八角街。也有人把这八廓街，就是大昭寺周围那个街上头，他们看到我戴这个天珠哈，有人出到6800。哦，要买。那个时候的6800等于多少啊？等于现在10几万。
那是真的贵呀。真贵。你想，我爹是一个最高级的工人哈，他收入不到200块的时候，他给我6800。哇！我哪舍得卖啊？不卖，就这么牛啊！不卖。他要的为啥这样子呀？护佑的价值啊！护佑啊！对，你看一条命多少钱呀？对不对？对呀。一家人多少钱呢？是。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的地区哈，当地的藏民还认一点呢，上头多少个点，他不是多少个眼，上头带多少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观世音菩萨哈，哎，用法力点上了一个点儿。这一股能量的柱子就在这里。天珠啊！啊，对。啊，那咱们我从来没讲过这一个点儿吧？没有啊。对。那咱们现在的天珠上有点儿不？我觉得多数天珠还是有。哦，师傅不讲我们都不懂哎。哦。我这今天才放了一个天珠，师傅，您戴的那个呢？对，师傅。还有我脖子上，现在一共2个天珠哈。我刚看外头了，戴着眼镜看外头一样哈。我自己戴着忘了看它了哈。我这个上头点儿，中间你看眼睛的黑点儿。哦。对，无论这个白点儿和黑点儿，所以很多西藏人看的不是那个眼睛，他看的中间那个点儿。哦。这就是佛菩萨，尤其观世音菩萨用法力点上的。哦。但其实这是做天珠的师傅烧上去的哈，但是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哦。说你还有你能量太弱之后，带这么强的天珠你都不一定受得了。哦。他说他能量太强了。那是不是戴上得晕乎乎的？晕乎乎的。但是不管多晕乎，开车、行止、坐卧都是吉祥的。啊，太好了。我经常半睡着觉开车。别告诉别人哈，就是半睡着觉开车也还是吉祥的啊。对，他认得上头这个点儿啊，不是外头这个眼睛，知道了哈。哎，对对对，认的是这个哈。今天我也带这一颗老天珠。您带的那个特别润。在讲法的时候给这个也有点年头了哈，至少是300年以上。300年到600年之间吧，这样的。对对对。好，就是大家知道一点我小时候的一些认知哈。哦，真是太神奇了。对对，很好玩的是哈。你像到后来的事，我一会儿再讲哈。那个时候就给我的师傅给供养，就你们的师爷哈。人家给供养的当地的农民牧民哈。对。有些藏民是有土地的。是。比如草原的土地也好，有的切出一块来呢，他种点菜，种点庄稼，他也得吃点粮食啊，光吃牛羊肉受不了的。是。所以呢，他保佑的这一块很好玩的是，有一次我就看到哈，旁边两边的农地下冰雹，师傅保佑的这一块就是风调雨顺。不是怪吗？老天往下砸冰雹，还认人，挑着地方，还认地吗？啊，对呀，这又是那个金钟罩的感觉。对，回来我就给师傅说，师傅笑着说：“对呀，这个那神难道不长眼吗？是啊，肯定有眼啊，所以该砸谁，该保护谁。”神佛自然有选择啊，他也不是说你看我法力高强哈，他说神佛自然有选择，弄得这家供养的人就偷着乐，对呀。后来周围邻居都来供养，以后冰雹呢就下到山头上去，就好玩吧哈。对呀，真是这不可思议。你想天上冰雹不就那一块云彩吗？这它还能分呢？它这个冰雹还有分别心，这家伙。到后来说我们就是在过去中国的同修哈，有个山东的一家哈，也是邻居着火，也把他家这个房顶上点着了。惊险来了哈，就是把房顶上外头出来的，他们往上。是农民嘛，可在这屋顶上晾着一些庄稼啊，一些植物哈，把上头这个庄稼，这放的那些什么高粱啊、玉米秸啊那些东西，晒的那些粮食都烧糊烧焦了，屋里头啥事儿都没有。你看，他家就是供的白衣观音。哎呦，旁边还贴了一张我的照片那是双重保护了。屋里啥事儿没有他那个邻居说，之前劝他来修就死不信，他家
就烧光了。好这玩吧？回就信了吧？啊，也不是个好玩的事儿哈。啊我们也不希望邻居家起火。是是，我们对也是难过的。对啊，所以他就到处给人说，我都见这个人了，啊，这个年长的师姐就特别的开心，啊，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哈。你看烧了他家不烧俺家，我说别这么说，别那么说，哎，也不要有这个心哈。是是是是。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是，哎，有神佛护佑的时候哈，这个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对。哎，我们过去保护的人哈，就包括我家里头，那个我小时候，我就讲有点刹不住车了哈。哎，我们爱听师傅，爱听哈，再讲一点儿。哎，你看我是，按这个阴历是1964年，年底才出生嘛。在1963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几月哈，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我们家乡河北省呢，有个水库给炸了。哎呦！把我们家乡那块儿哈淹了，好几米的深的水，哎呦，都淹了冲了。哎呦！我们家的屋子，我不是画过那个芦苇家园吗？芦苇家园，对。是我们家在那也是一个村子当中的中间，它是一个我们的村是长条的，中间最靠外的那个位置，中间最靠外的位置，所以我们家前面没有房子，没有住房，我们的是右边后面，尤其是后面房子多，右后方，有那个大砖房哈，垒得很结实的，很高雅的大房子，就那一年就整个塌掉了，给冲了，全家人砸死在里头。哎呦！只有出嫁的姑娘没给砸死哈。哎呦，太可怜了！全家人都捂死在里头。所以等我出生了之后，几岁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些残垣断壁都在那儿摆着，都没人收拾。是。啊，也没人顾得上去管这些事儿。也没钱再重盖嘛。没钱重盖。对。等于他家人砸死了，谁盖啊？除非处理掉这个归别人。对。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哈。对。所以这个凡是人也死了，房也塌了。就没人管了，因为他也没有后人再重盖嘛。是，对。我们家的房子呢？对呀，那您家呢？我们家房是土坯房。土坯房呢，还不是砖房呢。比如说1块钱一块砖，我们土坯呢就是1毛钱一块土坯。而且砖就是水来了。砖是不会坏的，土坯房会泡坏的呀，一泡就成土了呀。对，就成泥巴了呀。它这块土是没有烧过的，叫土坯哈。对。所以水一泡就垮掉。是呀。我们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矮的。都是土坯，没一块砖头。我们家的房子，没倒没塌。那就是这个神佛护佑着。但是我们家的房子呢，我从小印象，只要天上一下雨，我们屋里就漏雨。我记得就是那个叫什么叫师奶哈，就还接水嘛哈。对。然后泥水要就沉积下去之后，再喝那上面的水，说这是天上的水。对，师傅有讲过。是。所以外面下大雨，我们屋里下小雨。但是你看，反而是在大水灾的时候，反而是吉祥护佑了哈。对，哎呀，真是，很感慨。不过今天听了师傅这样讲，我觉得网友们也听懂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不懂得做那些神佛护佑的法事啊，这一些哈，或者说我们是买了另外别人的房子呀、等等啊，公寓楼啊什么的，但都不晚。现在赶紧做这个护佑，赶紧把我们自己的房子也用这个金钟罩给罩起来啊，护佑吉祥。不只是房子对吧？就像我们自己的人更重要，我们自己得保护那个有护身的东西，保护自己也要有个金钟罩。没错，对，我们的车也要有，都要有啊。是。之前呢，还有人给我发信息哈，就是把他家那个房型图画给我。是啊，请是远远不够的。你最好呢，这用在那个谷歌那个搜索地图里头哈。把你的周围呢2-3公里之外那个大环境哈，都要这样拍给我。我能看到山呐、水呀、大的建筑结构啊，和你家之间的这个叫大风水的关系。之后才其次是说，你家的几层楼、几号，尤其是大门冲哪个方向，再还有你这个整个建筑，你这个屋子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平面图，还有现在你的家具呀、沙发呀、床啊，这些摆设的这个部分都要画出来给我，
那我才能给你看你的这个风水的这种怎么样摆设更好啊？比如在哪里放一些辟邪的法物，对，在哪里放聚宝盆，对，在哪个地方放佛像，如果招财呀、招桃花呀，在哪里放这个桃花呀，对，等等的，放点植物啊，对，这才可以哈。你拿你们家的那个基本设计图，那个是不够的，是要一个几公里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图给我哈，这样才比较好啊。所以如果有特别需要的人的话，也可以给我，到时候我们再设一个信箱呗。哎呦，那我师傅可就忙了，我都有点舍不得了。有的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了，也是。对呀，这太忙了。偶尔我们可以1个月可以帮着看一个房子。好吧。但是我要的条件你要给我哈。好的。就是你首先有个几公里以内的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大环境，还有你的小环境，还有家里住几口人，你们家的这个几口人中的性别也告诉我。你比如说女孩多。又不一样，是的。同样这个风水哈，有些适合男孩多，有的适合女孩多，对，还不一样的是。哎呀，太好了！今天是通过这个大火中幸存的这个房子哈，我们学到了这么多的知识啊。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神佛菩萨的护佑，是，对，是。那刚才讲那个房子，他当时念的咒语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咒语哈。对。那我想我们网友们现在都想念一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号，要保护自己了。是，你看你们跟前哈，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圣像哈，是对，所以呢，这有缘的朋友呢，家里真需要，让这个自己的这个宅子哈更吉祥、更平安哈，对，可以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呢请回家来供养。对对，一正压百邪呀！哎呀，把所有的东西全给镇压住了。是的，对，而且年前师父也有说过，就是今年犯太岁的几大属相，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就是那个守护神，所以尤其就是这样有需求的网友们，对，也可以到慈悲音和菩提学院上去引起一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今年哪几个属相犯冲啊？属蛇、属虎、属猴、属猪。对，再说一遍。蛇、虎、猴、猪。对，都是犯冲哈。对。那这样的人家呢哈，这如果请神灵护佑的话呢，就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请回家去供奉哈。就能得到护佑。对，而且这些属相的话，最好身上哈带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佛牌护佑，那是最好的。对，你不要带一个说我犯这个相，我就带那样的一个动物的相，这个不好，还是起不到保护作用。神佛的作用更大。对，我们有各种材质的，有这种檀木的啦，有这个翡翠的啊，有玉的，对，都是有的。你看哈，就是我跟前哈，这一尊像，你看这个颜色呢，实在你可能看不懂哈。你看这里，这是木色的吗？这是木头，看到了哈。对，沉香啊，清代的沉香。其实它是有这个宋代、明代的风格，其实清早期雕刻的哈，这是沉香木的，哇，雕得好细致哦。对，那师父您坐在那儿，能够隐隐的闻到它的这个散发的清香哈？闻不到它太老了因为现在雕刻成这尊菩萨像，就已经有至少超过300年以上了。这么老了？对，它这个是一种叫做持书卷经卷的叫自在座，对，自在座的观音哈，对，非常美，供奉了这好几百年了哈，对，这个在过去制作之后，就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供奉的哈，对，所以呢，这个首先从材质。这是聚德、聚财、辟邪哈，安神，对，还能使你家里的这个这正能量，也就阳性纯阳的能量增加。比如说你家里容易招邪气呀、鬼气呀这些东西，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家里的人和你这个地的阴的能量重了。这个
沉香、檀香呢，它是叫纯阳的能量。你不管它这个雕成什么像哈，首先这个材质哈，就把你的家里的这个阴气这个平衡了。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哈。这又是雕的是啊，又持经卷的观音菩萨。对，自在的观音菩萨像哈。对，它都给你带来这个阳气的正面的能量这个提升哈。就对你的家宅家运哈。对，这是有。应该说一个极大的帮助。对，对后代也好啊。对，有添丁，有后代，而且还是学业有成的，又有智慧的，多好啊！又自在，是，哎呦，真好。所以很多的宝物呢，就在于我们了解哈，之后呢，有机缘去迎请和使用哈。对，去供奉。对。所以我们还有出入平安呐。那我们各禅堂在这个很多重要的节日活动中哈，还给大家做这个香薰，叫平安加持你的座驾、你的汽车哈。还有因为跑在这个路上多不容易哈。对，让你出入平安哈。对，还做很多吉祥对人的加持哈。是，对，所以大家呢可以需要。对，这就近去找我们的禅堂哈，各地的禅堂，对禅堂，我们都有这样的服务哈，对，非常的好。对，那接下来在念佛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朋友呢，都谁家没点难事儿呢哈，需要被保佑祝福的人很多啊。那大家呢可以把你的心愿呢大概写出来，不方便写明的写暗的也可以哈。那还有呢，在中国的网友哈。就是你写你的，或者是你希望得到你的朋友、亲人被保佑的，你写个小名、化名。我一再的提示，但是确实还有中国网友还是傻乎乎的把个名字咣就往上一贴哈，那不合适。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懂得我的这样一个善良的用心啊。那你呢，才可以将你的祝福和愿望写出来。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呢，来把它贴出来啊，让大家呢共同真诚的念佛呢，来带给大家保佑，带给大家护持啊。所以呢，大家用最恭敬、最真诚的心来诵念，准备开始了。南无观世音菩萨。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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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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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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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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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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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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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好，大家搓搓手，之后轻轻搓搓脸，再拍拍头，再拍拍胸口，之后做一下深呼吸。大家念得非常吉祥哈，我真是看到非常非常巨大的，像幻觉一样，观世音菩萨穿那个白袍自在坐哈，像这尊沉香观音一样哈，在空中很巨大，大概有100多米高那样，很真是庄严肃雅哈，来加持大家啊！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有缘朋友哈都能够有收益。可能会，比如原来失眠的人呢，就睡得更好啊，不失眠了。腰酸背痛的人呢，不痛了啊。那还有呢，做噩梦的人呢，以后就不做噩梦了啊。还有需要找到好工作的人呢，我希望呢，这1个礼拜以内找到啊。还要感谢呢，在这个做超级留言的朋友哈，发心支持赞助我们的直播活动哈。那香可你帮我读一下好吗？好的，感恩师父。然后也感恩一下网友们，Doris Ng、SG 昌柔、金提绰、Brenda Chan、全时快乐、宋丹、苏敏、高远、金 SD、百森、绿木、金全英、Lucky、菊才、娟玲、娟琪、单耿吉祥、曾访金、Happy YM、修 On、宋娟、金宋书、觉英、丹令，然后还有这位韩国网友，金红学、Kelly Ho、Ted、Jesslyn Lee、菩提果、Regina Pei 提人、紫气东来、Clara、金丹端、平、Cleo Lee、凤比、金生约、齐正、亮鸠、Yvonne Ng、点可、娟鹤、平、金全南、金全汉、J 文小金人、圆满、Amber、金全草、恩坡宽、汤 Peggy、金池如、香罕、TK 丽、金真补、张继房、金谭炫、Jenny Ng、殷宽汤，还有韩国网友，然后IN 家庭、庆茶、Jacqueline 惠、方 NH、光论、CT 庆墨、张深深、燕南黄、惠鼎、户景、法阳、提稿、Kim、金光坦、贺涛、Terence Chia、Lim Wendy、矮光、Jennifer Ching， 还有 LH 中、润树、润冰、Theodore、金颂汉、庞 Serene、Cindy Oy、蔡艺林、金香橙、Lemon Drops、初吉祥、Kitty Z、G Mong Moy、金李雄、李灿、May Peng Chou、金提补、I Try So Hard 1491、晴雪、Modi Diana Ayunda、甘 Helen、庆内 Linda、钟冲、欣欣、Joanna Han、金安琛、Elena Nicola， 还有丹贝。感恩所有的网友。냥코뽑기영상과 삼진 봉황TV입니다.
还有呢，感谢给菩提语书房做赞助哈，都是在支持我们向全球网络弘法哈，利益众生这个行为哈，提供了大量这个支持的朋友呢，祝你们健康长寿，家庭幸福，收到，事业兴旺，收到，全家和睦兴盛发财，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我们今天也听了那么多故事嘛，也知道就是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啊，闻声救苦。那我们就是要跟菩萨结下这份善缘，无论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是为了我们家人。那就是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像师父刚刚说的，就请那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回家。那要不就是呢，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金身，一样是一份很好的功德。那也特别提醒，就是2025年犯太岁的一些网友们，就是如果你属相是蛇、虎、猴和猪的话，那就是今年特别需要护佑的，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今年的守护神啊。所以就有需求的网友们呢，可以到菩提学院网站上，去为自己和家人做上这份功德啊。非常感恩师父。对了，为了让大家呢能够直白的哈，能请到说能够随身护佑自己的哈，这些与菩萨相关的宝物哈，你看这里，对了哈，看有一尊是你的哈，赶快去下手迎请哈。对，那我相信手慢的都请不到了就会哈。对，那就是明天咱们还有，明天呢是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正日子，那我们网友都期待，对，明天再跟师父在直播中相会，跟着师父一起学习，一起念佛。对，那么我刚才在念佛的时候得到菩萨一个启示呢哈，他给我显示一个小宝罐，我说是什么样的宝罐？它是聚财聚福的宝罐，那我就是赶快去找我的这个收藏存货之中的一些小宝罐哈，尤其以陶瓷为主的哈，宝罐。那我会因为已经收藏很久，也做加持很久我们希望能够找到10个8个的来哈，能对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我送出去这10个哈。但是我得赶快去找我的这个箱底子里头那个货哈。明天送给大家10个小宝罐。明天我们有福喽！对，感恩师父，对，期待哟。那明天还送12尊能够佩戴的观世音菩萨宝像哇！那大家明天一定要上来啊，一起上课，一起念佛。对，就看怎么得到的方法。就是在网友中去抽取这个幸运的人吗？应该是，要不我们怎么知道谁在来收看呢？对，好的，对不对？好的。要让我知道你在收看，对不对？你哪怕留个言说你好也可以，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得好好地供佛菩萨了。对，所以甚至说留个言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对不对？你写这一句就会得到吉祥。真好。对，别写一堆啰嗦。还有大家呢，不要用一定要把屏幕给占住的那个感觉哈，乱贴一些东西，这个没必要哈。对。那么还提醒大家哈，不要上当。现在很多网络骗子很多，我看每一次直播完之后，我们这人多呢，就有不同的骗子说我看你很有缘呐，你长得很漂亮，很面善呐，我想和你交个朋友。还有呢，在马来西亚还有用黑客方式呢，把一些师姐的手机给黑进去之后，用他的名誉，其实是坏人哈，说我正好需要钱，你只给我2000多块钱就可以，赶快汇给我，给你账号。等等的，师姐都不知道这回事儿，最后一发现的时候，已经有3个人中招了，就是要小心哈。还包括用我的名誉说，我正在组织什么活动，我正在建庙，你赶快给我钱，我不会这么做。如果我有这个行为，我会大大方方就在这里给大家来说的，我们不要做阴暗的事情哈。所以呢，大家还是挣钱不容易哈，还把自己的钱财呢看好了，别轻易上当。就是别有贪便宜之心，你就不上当，好吧？
对啊，一看是美色的，还是让你发财的，你一定要多个心眼儿，那是真的吗？对，啊，在这里来说，我们凭着我们的心在做人啊，那凭着佛菩萨的加持呢，来帮助大家。有什么会在这里直白的讲，不会小道消息传，什么师父你有个文章啊，是不是在启发你什么什么东西，又教了什么法，那都是骗人的。什么东西我会在这里公开，我就在这里公开，请上我们的一个是菩提禅修学院网。对啊，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上头有我们的频道，是，哎，所有的正式的通知、正式的内容、正式要发行所有的，你觉得是秘密也好，不秘密的好，所有的东西都在这是公开的。对，是还有师傅的 Facebook，对，就是明人不做暗事啊。对，所以呢，大家一边要幸福吉祥念佛的时候祈求平安，也记住别贪便宜，少上当。是的对，这是心中有佛呢，就能够避灾难啊。好，祝大家呢吉祥快乐，收到，长命百岁，收到，观世音菩萨会爱你。收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